早安啊各位，或者姐应该说，那些虽然睁开了眼，但灵魂还在由于代谢卡顿而疯狂转圈的小伙伴们，大家早！看到这个标题点进来的各位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冤？明明晚饭吃的比猫都少，明明每天也在努力运动，可那个肚子就像是和你签了终身租赁合同一样，死活不肯搬走。尤其是到了下午2、3点，那种脑雾，那种身体被掏空的疲惫感，让各位恨不得直接在工位上冬眠。姐要告诉各位一个扎心的真相，你之所以瘦不下来，之所以没精神，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吃多了，而是因为你在睁开眼的前1个小时，就把你这一整天的代谢引擎给亲手拆了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我们聊健康不再是聊卡路里，而是聊激素，聊生物节律。姐今天就要实名举报3个看似勤奋，实则是在自杀式摧毁代谢的晨间坏习惯。听完了这期，各位可能得感叹，原来这些年自己真的是在反向努力。第一个代谢杀手，睁眼就抓手机，你在给身体投射数字毒素，说各位是下面哪种人？闹钟一响，手比脑子快，闭着眼摸到手机，然后开始刷朋友圈，刷短视频，看那些让你焦虑的新闻，或者是处理那些还没到打卡时间就蹦出来的消息。姐告诉各位，这个动作是你这一天代谢崩盘的开始。咱们的身体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叫皮质醇，它也叫压力激素。在正常情况下，皮质醇应该在清晨自然升高，它是为了把各位叫醒，给你动力去面对这一天。但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，就开始接受碎片化的高刺激的数字信息，你的大脑会瞬间进入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，这会导致你的皮质醇不是缓慢上升，而是直接爆表。皮质醇一爆表，它就会立刻向身体发出一个指令，兄弟们，外面出大事了，赶紧把血糖升起来，把脂肪锁死，千万别消耗。这种高压状态会让各位一整天都处于一种隐性的焦虑中，导致你的基础代谢率直接跳水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晨间的皮质醇激增会直接导致你的内脏脂肪，也就是那个难看的压力度疯狂堆积。各位以为自己在利用碎片时间了解世界，其实是在把代谢引擎直接扔进了冷冻室。2026年的生物黑客们都在玩一种叫数字斋戒的晨间仪式，睁开眼的前20分钟，手机必须离身，去拉开窗帘，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你的视网膜上，这比任何闹钟都能更有效地调节你的生物钟，降低皮质醇，开启这一天的燃脂引擎。记住，世界不差各位这20分钟，但你的身体差这20分钟的清静。第2个代谢杀手，起床第一杯不是温水，而是黑咖啡。姐知道，现在各位有很多都是咖啡续命新人，甚至有人觉得不喝那杯美式脑子就不转，觉得空腹喝黑咖啡能消肿，能排便，能燃脂。姐要泼冷水了，对于代谢已经卡顿的人来说，空腹第一杯黑咖啡简直是让你的肾上腺在裸奔。咱们大脑里有一个物质叫腺苷，它让你产生困意。当你睡觉时，腺苷被清理，当你醒来，腺苷处于最低点。但是咖啡因的工作原理不是消除疲劳，而是伪装成腺苷，去霸占大脑的受体，骗大脑说你不累。如果各位睁眼就喝咖啡，你的身体还没来得及自己代谢掉残留的腺苷，咖啡因就冲进来了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？导致你肾上腺素飙升，血压升高，代谢虽然短暂起飞，但这种起飞是带代价的。到了中午或者下午2点，咖啡因退散，那些被积压的腺苷会排山倒海般袭来，这就是著名的咖啡崩溃。这时候各位会觉得比早上更累，然后各位会怎么做？再去喝第2杯、第3杯，长此以往，你的肾上腺会彻底疲软，你的基础代谢会因为激素平衡的紊乱而进入保护性休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喝咖啡越喝越胖，越喝越累。姐给各位的专业建议是，把你的第一杯咖啡推迟到起床后的90分钟再喝，这90分钟里，先喝500毫升加了微量海盐的温水，补充昨晚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，让你的身体自然唤醒。等你的皮质醇高峰自然回落后，再去享受那杯咖啡，那时候咖啡才是真正的助推剂，而不是透支你代谢的信用卡。
第3个代谢杀手，高碳水早餐。你在给身体开启血糖过山车，这个习惯简直是国民级别的代谢炸弹，包子、油条、粥、馒头，或者是看起来很健康的燕麦奶和水果燕麦片。只要告诉各位，如果各位在早晨8点吃下这些全是碳水的东西，那你这一天的代谢基本就交代了。当你空腹吃下大量碳水，你的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，这时候你的胰岛素为了救命会疯狂分泌，强行把血糖压下去，血糖骤升骤降，会带来2个后果。第一，胰岛素是身体里最强大的储值激素，它只要一露面，你的脂肪燃烧就会瞬间停止，它会把你刚才吃进去的，加上你身体里还没用掉的能量，全部打包存进脂肪细胞。第二，由于血糖降得太快，你的大脑会立刻感到饥饿和能量缺失，这就是为什么各位明明吃了早餐，但到了10点多就开始想喝奶茶，想吃零食，这叫假性饥饿。一整天，各位就在这种血糖过山车里反复折腾，你的代谢系统会被搞得精疲力竭，最后直接摆烂。2026年的营养学共识是，早餐要像国王一样吃蛋白质和优质脂肪，而不是吃糖。如果各位有吃早餐的习惯，请把你的包子换成2个鸡蛋，把你的粥换成1块牛排或者几片培根，加上半个牛油果。这种高蛋白、高脂肪的早餐能让你的血糖平稳如镜，能让你产生持久的饱腹感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开启你身体的燃脂模式，让你的代谢引擎稳定的烧一整天，而不是像烟花一样闪一下就灭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各位，姐其实最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代谢不是简单的加减法，不是你动了多少，吃了多少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你身体里的一场交响乐，而早晨的这个小时，就是这场乐章的指挥棒。我们现在的社会节奏太快，压力太大，每个人都在透支自己，我们总想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，想通过咖啡来提神，通过补剂来救命，通过疯狂运动来赎罪。但各位忘了，你的身体是最聪明的，它不需要你不停的抽鞭子，它需要的是各位给它一个正确的信号。当你戒掉了早起抓手机的焦虑，你是在告诉大脑，我们很安全，可以开始有节奏的工作了。当你推迟了那杯咖啡，你是在告诉肾上腺，别紧张，我自己有能量，你可以慢慢释放。当你换掉了那顿碳水炸弹，你是在告诉代谢系统，今天我们不玩过山车，我们平稳的燃脂健康。其实从来不是什么苦差事，它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温柔，是一种对生物本能的顺应。在这个卷的不能再卷的2026年，姐希望各位做一个聪明人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，不要在清晨最宝贵的时候亲手埋下衰老的种子。来，各位，姐帮大家总结一下这套能让你代谢起飞的晨间仪式，各位可以直接照着做。第一，醒来后在床上先深呼吸3次，感受空气进入肺部的力量，不要摸手机，先去窗边晒3分钟太阳，这是在重启你的生物钟。第二，去厨房喝一杯温水，加一点点海盐，这能激活你的消化道，补充水分。第三，去做5分钟的低强度拉伸，或者是原地跳一跳，让血液流向全身，而不是急着坐到电脑前。第四，如果饿了，吃点蛋白质，比如鸡蛋、肉类，如果没胃口，那就尝试一下间歇性进食，把第一顿饭推迟到中午。第五，起床90分钟后，再去泡你那杯最爱的咖啡，各位会发现，这一整天，你的脑子从未如此清晰过，你的代谢从未如此顺畅过。各位，生活已经很苦了，别再让错误的习惯给你的身体加担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代谢大揭秘就聊到这，姐要去喝那杯推迟了90分钟的咖啡了。祝各位今天代谢满格，状态爆表，咱们下期见。